嗨，这里是智能车研究所，我是小北。今天我们来一镜到底测一下极越07的智驾。好，开启 ASD 开启了。之前有个小道消息说，为什么吉利对极越要放弃呢？哇，你这个操作有点迷惑我。你掉咗佢中間先。哦，咁咪得。哇，好忙啊我。好，这里马上有一个，就已经，他对这个大角度的右拐直接退出了，但这个退出有点太急了，都不给我反应时间。好，这里现在不能启动，到这边能不能启动呢？还是不行？可以了吧？还不行，还没识别出来了。好，启动了。好，刚才已经接管一次了啊，安全接管，他直接退出了，撂摊子不干了，马上一个，这没问题，马上一个大角度的右拐，这个应该能拐过来了吧？哇，但是，有点吓人，但是他还是拐过来了，对，可以的，至少拐过来了，至少是完成了。好，继续说那个小道消息，之前有个小道消息啊，就说吉利它是不看好极越的这个，就是百度它的自驾路线的，所以它自己有了，现在极客领克他们在用的那个 NZD 之后呢，他们就果断的放弃了。所以为什么就是对于极越这个品牌，他们当时那么决断的，因为本身对于这个车，他们就这个车。就是也不看好嘛，然后本来吉利还想着可以拿百度的自驾系统，但是后来又觉得他们自己做的更好，所以今天我们呢就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百度这个自驾系统在极越上面的是那么的不好，值得吉利毅然放弃它。但刚才那一小段看起来确实不大好。好，不管怎样，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我们是来到一个快速路的辅道这里，然后这边呢，它的限速是，对，但是他要干嘛呢？他是要干嘛呢？你干嘛不走呢？好了，他就不走了。哦，他想通了，他突然想通了。我刚想干预一下，他就想通了，又走了。那是靠边停站吗？在这里？好，前面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大角度的右拐，从一条有地图的道路拐到一个应该是没有高精地图的小路上面。那当然了，因为这台车用的是百度的地图，所以有可能百度在这边也建了高精地图啊，这个不确定。但是吉利不要这一套，或者说他们对这套自驾系统不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我听到了小道消息，就是因为百度他们是重图的，虽然他们已经端到端了，但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图商，所以他们这个系统是很地图在里面的占的成分是很高的，他就冲过去了，他就冲过去了。好，这边我接管了啊，先要把人家让过去，走过了，他没有按地图走。你看这边我们是应该拐，就你这是应急灯，这就比较尴尬。他冲过了，我们要倒一点点回去。对，刚还说他是重图的，但结果他就完全不管这个地图了，自己冲过来了。不过这个路口呢，极越倒不是第一台冲过去的车，之前也有别的车会冲过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小的，而且角度很大的路口，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帮他修正一下，这第二次接管了。我确实其实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没办法了。好，然后所以他这样打断之后就没有办法测试他对这一段路的自驾能力能不能处理了，这变成了我来加了。能不能启动了？现在还是不能启动的，它没有识别到车道，不能启动。可以了，识别到了，启动了。好，这边是一个右拐，然后进一个小隧道，进一个涵洞。这边好可以，但这个车速你直接把人家怼死了。
完全。他好像没有观察一样哦，直接就。是，但今天有点难，因为之前都没有车停在这个位置了，今天是这里只留了一个通道的宽度。好，我们在涵洞里面再启动它。启动了，开工了喂，开工了，开工了啊，开工了，它启动了，启动之后它又跑到中间去了啊，跑过来了。好，它识别出来了，它还是会走在自己车道上面的，但这个车速控制确实不是很顺。好，极越这一套是一个纯视觉的，就没有激光雷达的，跟小鹏 P7 加是一样。这里，对，但 P7 加我们上回走在这里的，哇，我 ABS 都踩出来了。不要笑。P7 加我上回走这里的时候，这个表现要好得多。好，这里马上会有一个村口的闸机，看一下它这个时候它就停下来了。啊，他在礼让谁呢？对，他不知道在礼让，他是不是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好可怕！佢唔係將嗰啲當頭啊嘛？好，这个闸机它是冲的，所以这里我又踩刹车了。对，它是这个视觉识别完全识别不了闸机。好惨啊！因为这台车的自驾应该是没有 OTA 的了，现在已经是它的上限了。好，就哇，对那个车门它也是，其实够位置的，但是我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比较急，所以其实一台车的自驾跟驾驶者之间的信心是要建立的，就好像我经常跟我小孩说的，你要做很多让我放心的事情。我操！我刚才那个是那过不去的。对他有一些让我不放心的行为，我就会对他更多的行为都不放心。专注介入。好，这个闸机应该也是他肯定要冲的啦。他冲的，对，他是冲的，过不去的。啊，过了闸机不过这个闸机是一个难点，这个过不了也是正常的。哦，启动了，然后过一个3出路口。哇，他又不观察的感觉。他一启动就好猛。所以刚才出来的时候只好盯住我说我一定要小心，主要是如果有什么刮蹭碰撞的话不好修了。现在他他降级了，他降到 ACC 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的手没有哦，他可能是电容方向盘，好吧，再来一次吧。启动不了，因为这边是一个路面划线不清的路，后面的车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决定要超过我了。但是极越07他还是很有耐心，非常绅士的跟在这个三轮车的后面。他想向左绕行哦，他刚才，但他又想一想，他又觉得应该往右，因为我们马上要拐右了，所以他就在纠结当中。就停下来不动了，快找我，找我。好，这边是一个大角度的右拐。今天是有一台工程车占了一点点，但是呢，也没有别的东西。喂，拐了！哇，介入了这个我没有介入，但是他，你现在没介入啊？没有介入，但是他拐这个动作好刺激啊！他好像很纠结的样子。刚才那个表现其实不大像端到端，刚才那个表现更像规则。你看这种，就好像在切换规则那种感觉，一点都不丝滑。不过好歹是拐过来了，实道上面是 OK 的。不，这确实是吧？我谢谢你。说错吗？好，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左上角那4个数字啊，刚才已经跳了很多个了，我都忘了几个，回去再数吧。第一个叫做效率共驾，
因为我们不想用一个简单的 MPI 或者 MPT 来算自驾它的就接管数，因为接管数太武断了，所以我们把它分成4个小项。那第一个呢叫做效率共驾，就是如果一台车，比如说刚才我们在那边它突然变得很慢，然后我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或者说造成交通拥堵的时候，我就会给一下油门帮它一下，这个叫效率共驾。然后效率接管呢，就是比如说顶牛的时候，就是一条很窄的路，前面有车过来顶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干预的话，可能大家就顶在这里不能走了。那所以这种情况我就会介入，那这个叫做效率共驾，就基于效率我跟它共驾的。然后第3个呢是叫做不按导航走，还有降级。那降级到 LCC 或者 ACC 的情况呢，其实一般来说在现在城区自驾不会怎么出现的。好，这里先看一个点啊，就是我们拐右之后会有一个，左边有个，他看到左边那个小哥了，他让了一下，然后主要是哇，这个方向转的哇刺激啊！不过至少他是避开了这一个他直接就转到中间车道了，但是他又拐到右边车道，不知道他想干嘛。他又准备向左边道了哦。应该向左边道，因为前面有个掉头位啊。但其实刚才这里就没有必要又回到右边车道了。看他就，但至少他有打灯嘛，他也不是在这里画龙，他是知道自己要变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变道。好了，前面的挑战点就是他能不能识别掉头位这个灯位。要接管。降级哦，刚刚还说现在没有什么车会降级哦，他就降级了。可能是他不能处理掉头的位置，所以就主动退出降级了，真的挺尴尬。好，第3个降级的状况其实真的不多见，但是在G207上面出现了。然后第4个呢，就是安全接管，就是我们刚才出现最多的状况了，就是他的行为已经是有很高的安全风险了，所以我必须要马上接管他。那掉了这个头再启动了。那看来他是没有掉头能力，但这个我们回去还有1次机会。我们这条路线是安排了2个掉头位的，一个有灯位，一个没有灯位，所以可以充分的验证这个自驾系统有没有自主掉头的能力。它可以切那个黑白不同的模式吗？不管了，就这样。反正观众看得清楚一点。能不能切？现在亮度最高了已经。嘿 Simo。屏幕切到白天模式，是有的。志豪喜欢用黑夜模式。等一下，干嘛切回去？不切，不管它了。好，这里是一个拐左的路口，它挺赶提速的。刚才那一段就是马上提到这段路的限速，但是它左右的这些动作，方向盘的动作都是挺吓人。那个 Simo 退了。Simo 退下吧。不聊。他刚才那个这里有个选择的那个不见了。选择什么？就是有个 ASD 和那个应该是启动前才有，现在都启动后了，或者说过了这个地方。对，过了这个地方再看一阵。但我挺喜欢07的这个界面，你看一个大屏幕很丝滑的，没有断开。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开了这个然后我开导航。我在做一些导航设置的时候比如说我叫他 Hey Simo， 打开座椅按摩，已经开了。那他会开另外一个界面出来，但不会影响到这边。退下吧 Simo。再见。而且这个动画很流畅。它那个 ASD 地图是什么？3个点。对。这就是就可以用的，可用的。所以为什么说它重途就这个意思了。那还是这种大的主干道这些比较多一点。好，这是一个拐左的路口。其实还行，但是它稍微的靠右一点，把后面那个车吓了一下。还行这个它有一点点减速，但我不确定它这个减速是因为刚才准备出来那个车，还是因为前面的飞度减速。它可以识别得到那个人家的3角牌。
哇，这个鬼探头一点都没有防御性的驾驶。刚才如果左边有个车冲出来的话，就来也了。好，我们这一段路线的选择呢，其实难度算是比较高的了。从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就会经过一些很小的小路，而且各种大曲率的弯道，然后也有一些机飞缓行的状况都会有。当然中间我们也会选择这一段是比较正常、比较接近城市道路的样子。还有我们测试自驾的时间点也不会挑特别高峰、特别拥堵的情况，因为老实说，现在各家的自驾对于特别拥堵、特别多老司机抢道的情况，其实都是抢不过老司机的，所以我们觉得在那种就早晚高峰测试的意义不大。我们还是在一般的中度的流量下面用自驾系统会比较安心一点，所以我们会挑这种时间点。所以这一段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正常的，就大家用的最多的自驾的情况下，它的表现怎么样。然后前方呢是会有一个拐向右出辅道的小路口，那个路口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难，但是上一次他的表兄弟极客的 Max 在那个路口居然是也过不去的所以我觉得领克看不起百度也没有什么道理，就至少领克他们不是吉利现在他们的自驾也没还做到比百度好很多的地步。那当然了，因为他们后面还有 OTA 升级，但是这一个就已经没有人管了。能不能能的，它可以过去的，但是有点晚了，好像是有点晚了一点，是不是有点压实线？就还好吧，没有4个轮组跨过去，严格来说它也没有违规嘛。但这个地哇，这种他每次都会对，我操 ，sorry， 佢啤我啊，啤你啊，司慕，唉，真是尴尬。他又朝着人冲过去了，但他是能看到的，只不过。就我觉得他在这些路口选择路线都很奇怪的，他输出这个路线的规划都是很奇怪，扭来扭去的。对啊，你看右路在扭来扭去，就这个是端到端，但是感觉是那种训练不够的端到端。他为什么不能好好走他的左边这条车道呢？不可能，因为我这里设了途经点嘛，有可能他是想靠近途经点，所以就想靠右。但这里过了，看一下，哎，又要离开 ASD 路线了哦。喂，这其實應該已經過了途經點咯喎。啊？你係咪退出咗我自駕？唔係啊 ，SD 用到嘅。你退出個地圖先。然後佢就有的。可以哦，對啊，但是它就不動了。哦，可能是途經點的問題，我就強制啟動它。哦，可能是就當這個就當是我途經點設的不好的問題吧，這個我們就不算了。這裡我就強行通過它。再啟動，這個地圖倒是很漂亮。即將離開，對它一下，對，就是它從，哎，這個地方又是，跟你預期的不一樣嗎？對哦，它走的不是我想走的路線哦。啊，你原來是想走左邊？左邊的，它完全繞過去了，因為可能左邊這就是中途的結果。左邊應該是他的地圖沒有，所以開自駕的時候他直接就走右邊了啊，那就走右邊吧，讓他走吧。現在是他在剎嗎？肯定是他在剎啊！哇，我怎麼會剎得這樣子？其實全屏燈可以右拐的哥，Simo，你知道嗎？嘿，Simo，你知道全屏紅燈可以右拐的嗎？可以等了啊，可以。你想想吧，退下。那你看他到这种路口，他就找不到线，他就开始犹豫。对，你其实从 SR 这里看到他就很纠结，很纠结。这个方向也是一直在跟我较劲。又准备离开 ASD 路段了。
哇，他这些动作真的都有点吓人。有个坑，他是特意要压过去，发脾气了，西蒙。西姆退下吧，西姆老在偷听我说话。这里又靠右走，为什么呢？我会努力学习。对啊，哦，他是这样走的，难怪要靠右。就百度地图输出的路线比较奇怪。其实现在是前面红灯，前面是红灯。我觉得我要帮他过了这个路口线，否则我都不知道卡在什么时候。明明可以直走的，为什么要这样？你不如这一段接管吧。一定要接管了，他已经他没有识别前面的死车了。我要接管了，我要接管了，兄弟们，这个算效率接管吧。好了，西姆打左灯。没问题。很尴尬的就方向盘这种时候我就很难，它的两个转向灯在这边的，我是就除非很熟悉这台车，否则在方向盘不正的情况下，我都不知道应该按哪个键。所以开这台车就逼着你成为一个E人，你就不断在车里面跟自己说话，打个方向灯都要说话。他经常偷听你讲话。对，你偷听我讲话。哦，它是要左拐，但是这里的划线没有左拐。箭头是吗？对，箭头是没有左拐，但是这里应该是可以左拐，因为没有说不准左拐嘛。是哦，他会前面那个车就是对，他会如果导航设了路线的话，他就会根据导航的路线帮我打灯，叫打左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喊他。哦，这条路线，他自己来找一些高难度路线给自己哦。他还是先我们先过了这个闸机再启动了，他肯定也过不了的。太为难他了。对，太为难他了。其实我觉得这些位置完全可以显示地图的信息，就是其实正常应该是这样的，但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摄像头大家看不清这个 SR 的界面嘛，所以我们就只能把地图给藏起来。就是我觉得它两个东西可以互换位置，或者对，它地图为什么可以放在这边呢？对啊，我觉得好了，它虽然没有走我们经常走那个临时施工的小路，但是它走了到一条村里面，那村里面它也不能启动，所以好吧。我觉得这一段应该都是要你来开的了。肯定我来开了，怎么放心给他开？但老实说，正常来说，这种路段哪怕是华为的自驾，我也不会开的，就是风险还是太大了。我觉得自驾可以帮大家省精力，但是呢，没有必要在你不能用自驾的地方也强行用自驾，这个是对自己还有对别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一段我来帮他尽快的通过吧。但其实极越07的这个支架，我们也就是测一下看一看，因为它以后大概率来说是不会 OTA 的了，所以也不会有朋友再买07了吧现在。所以这一段视频其实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啊，就我们测来玩一玩，看一看在极越最巅峰的时候它的支架水平是到哪里的啊？毕竟之前极越号称是要做机器人嘛，就是我觉得是它的摄像头可能对于一些抖动没有标定的太好。我真的没有走错路吗？他怎么挑这条路线？哇，这个地方稍微宽一点的车真的不好走了。不，这台车已经够宽了。是哦。啊，所以我为什么平常都喜欢用高德地图？至少高德不会带我进来这里。我的个天！哇，这什么东西？它怎么会有车牌？
叭，牛啊！会不会是你的途经点设的？没有，途经点设的跟之前那些车都是一样的，就是难道他觉得这是近道？对，他觉得是近道，但就避开了那边，因为那边那条路是现在修路的时候临时改道的，那种临时改道的路肯定在地图里面没有高精的数据，所以，但这个我也不觉得他能开支架。两边的不确定因素都很多。对，但相对来说，因为这段路是一直存在的，那段路呢是临时修改的，所以有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就选择了这一边。哇，你看石头，看到了，但这边能感受到07的底盘是挺好的。好，这就接上了。我们平常从那边出来的。对。好，那就再启动 ASD。它这个应该是有了吧？这个对，应该有了，但是它要识别到，对，了，它要让我在路中间，它才能启动。完了，就遇到死车了。但前面的车是打的双闪，它应该对，它会绕行，这种它能识别出来会绕行。但这个绕行呢，就是哇，有点吓人了。有点吓人了，他能过，但是他其实你看，他就小心，他没有退出，他让我小心。他能过，他的边界会比较极限，对，比较极限，而且是有点逼着对方去让路的感觉。好，这边是最后一个难点了，就是我们拐左进入一条，哇，这个不是极限的问题了，这肯定要安全接管了。可能是因为这条路它没有画线，它又，对，然后前面这种小路里面的拐左会有很大的盲区，看他怎么处理了。但这个处理其实不大好。其实他有观察，但是他的路线是没有留很多空间给我观察。对，你看他这种有线的，他就不会偏得很左，他就会稍微。那像这种路口，其实他应该靠左一点，留点空间给我观察的，他就贴着右边走，他就又不减速冲过来，对，万一有个车过来就很危险。对，而且刚才他没有一点拐右的痕迹，他好像就是想直接怼过去了。好，我们已经是挑了一个车比较少的时间点来测了，所以这里都没有。他是能过的，但是有点吓人。这里又，他是能过的，但是他老是贴着边来走，因为他找不到线。他找不到线，他就我觉得是找不到线。但贴边也不用贴的那么极限啊，这个。好了那他就逼着别人让我刹停了。其实右边有地方的，有的，对，他就逼着别人让我。右边还有40-50公分，他可以往右靠一点，就刚才那个我就没那么紧张了。小细节，但是想一想，如果再给极越可能3-4个月的时间迭代一下，那可能也是能做得不错的。毕竟你看他右往左边，对，他就逼着人家减速了。他每次右转这种匝道出主路辅路，他都是往最左，对，他往中间往最左边。他就是不是训练的数据是一些比较彪悍的司机呢？我觉得他的这种驾驶风格就是我用很夸张的动作让别人觉得我很可怕，就让我但至少
我觉得至少比最早期的那些规控的自驾还是要做得好一点。但是如果百度真的是重图的话，就是一定要依赖高清地图的话，那确实这套系统它的上限就很快会达到了。所以就在技术路线选择上面，我觉得吉利选择一个真正的无图加端到端，这个选择是对的。好，前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条城市快速路了。这一段呢，其实这种路才是我们最多会用到自驾的一种路况。他又不让我，能不能？睇住個圖，睇到啊，但係他看到的啊，对这种还可以，但他走的路是走村里面，他又要走小路了。我能不能逼他不要走小路？这里你就不让他出去了。他已经没有他没有其他路线让我选了，已经。不是你强行走左边了。对，只能是强行。那我这边就是干预一下了，这个就不算进去了，因为这个地图不给我选择的时候，我只能逼他走这里了。好，恢复了。然后要告诉他我在主路，切到主路。好，可以了。对，可以了。好，上了快速路，整个体感都好很多了。他就会沿着车道走，然后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一些慢车，他会不会发起对慢车的绕行啊？这个是我们在快速路上面观察的一个点。但今天的车流比较少，大概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种基础的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它是做得很好的。哇！但这个变线有点猛。他学的都是什么？在设置里面啊，是有变线的风格的。刚才我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积极的风格。对，这个我选择积极风格，因为别的品牌哇，它是有减速的，但是它是贴的比较，真的是一个很猛的司机的风格啊！冲到跟前才一脚刹车。但因为别的车型只要可以选择这种，无论是叫做积极也好啊，或者是效率优先也好，我都会选择那个。比较刺激是吧？也不是比较刺激，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赶时间的嘛，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那个。然后这边是主道出匝道，它就车速降得很低，降得太低了，降到20几了。但是这个路口，其实小鹏也会这样处理，小鹏也是降到大概35左右的。然后过了那个匝道口，它就会提速了。从安全角度是能够理解的，只不过从体感上面呢，就是你会明明看到旁边都没有车，但是它还是老老实实的一脚刹车跺到20、30这样子，就有点难以接受。好了，前面是一个拐左的大路口，这个路口呢，就是地面没有拐左的时候，地面是没有清晰划线的，甚至会被那边直走的车道线给干扰到。所以这个路口可以看一下，它待会儿在路口中间的路线规划的状况，它能不能规划出一条比较合理、安全又舒服的路线出来。我觉得极越07这个内饰风格还挺夜店风的，尤其是这期，像断碳一样的是吧？但它又不是断碳，就有点像夜店里面那些墙的那种材料，那种看的样子吧，摸起来肯定不是。没去过不知道。装，它应该是电容
方向盘离开一下都不行。好了，开始左拐了。这个路线选择不大好哦。他退出了，他怼到对面车道之后就退出了。这对面的司机看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开心，这么开车来。他为什么又不走左边那条呢？左边是掉。对，就他只能识别到左转，他不知道左边也可以直行。他也识别到了吧？应该不是我，他这个地图，他地图标的左边是左转道，对，地图标的不对啊。百度那他还是很重这个高精地图的数据，真的很看地图数据。好了，然后前面就会有我们最后的一个考点，就是一个没有灯号的掉头位。我们就因为刚才那个掉头位不确定它是不能掉头，还是因为灯号的问题，还是因为地图的问题啊，所以这里再给他一次机会看一看 Simo， 你先看看他这里，他就不知道想干嘛。他实现他要变道，这为什么要变道呢？是他知道前面要掉头，所以他想靠左，但没那么早啊，远着呢。好了，前面会有一台慢车，然后他提早发起绕行还行，他发起绕行的距离还行。好，300多米掉头，这里其实这一段路的限速是60的，他标了40，很老实的按着40来开。好了，看一看这个掉头位，你看即将离开，是吧？对的。那我这回的手是摸在这里的退出到赤道宝石，对，退了，已经退了，所以它是不能掉头，确定了，对，到这里，不是哦，对，他尝试了一下。他最后挣扎了一下，还是退了。但是呢，最后还是给 Simo 给吉月秀一下他的能力啊，就是他进到我们园区的这一段小路里面呢，他居然是能用的，所以你说他那至少能用嘛，是吧？那很多车一旦进了我们闸机之后就不能走的，这个至少它还是能走啊，所以它是有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潜力的，只是现在没有这个可能而已了。它又要往左边飞过去了。看一下他这会不会减速？他想往右边走了这个就不知道。冲下江。好了，退出了。是你行吧？他自己踩的，他自己踩的，刚才自己踩的。因为这个路线可能看一下，他为什么呢？对啊，明明没有错啊，没有错的，就是有些我们还是不能理解的。好吧，反正极越07的一镜到底自驾测试我们就测到这里了。大家对这台车还有什么想说的呢？大家可以在弹幕上面打出来谢谢大家，一键3连哦，谢谢，拜拜。